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病毒。什么是病毒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在生物学界一直都有争论。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病毒是生物，那另外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病毒是非生物体，但是属于非细胞生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就要从细胞讲起。细胞是构成人类基本的结构，它的样子非常微小，但是形状却多种多样。一般来说，细胞是肉眼看不到的，只能在显微镜下看得到。每一个细胞都拥有细胞壁、细胞膜，还有细胞质，还有细胞核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，具有新陈代谢功能，也就是吃喝拉撒的基本功能，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。那细胞中最重要的机器就是细胞核，它是整个细胞中最重要的司令部。总而言之，细胞核是细胞遗传和新陈代谢的控制枢纽，绝对不可以侵犯的。那病毒是什么时候产生的？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因为病毒它不会形成化石，所以也就没有了足够多的研究参数来进行观察和了解。而且就现在目前储存在实验室中最早的病毒样品，也只不过是90年。然而病毒是没有细胞结构的，也就是没有新陈代谢系统，病毒只能输出繁殖的命令，它靠寄生在其他生物细胞内，繁殖后代所需要的物质都是技术组提供的。那也就是说，病毒只是一段代码而已。这段代码存在的意义就是侵略细胞，同化并取代细胞核。那病毒怎么传播到人身上呢？话说手臂上拍死了一个蚊子，边挠痒边问老婆：你说为什么被蚊子叮后会起了个大包呢？老婆想了一下，然后说：因为蚊子吸你血的同时，也把一些病毒也吐了进去，然后你身体里的细胞们发现了这些外来物种，都好奇的过来看个新鲜。看稀奇的越来越多，然后你的皮肤就会因为拥堵而形成个大包。等他们都看够了散了，包也就消了，好有道理的样子。那病毒是由一个蛋白质外壳所组成的，里面包含了它的遗传物质，这就决定了它除了自己对自身进行复制以外，就没有其他的能力了，也没有新陈代谢功能，而且也不能独立自主的繁殖后代。那病毒会巧妙地伪装自己，然后把自己的遗传物质注射到细胞内，直到进入细胞核。就像刚才所说的，它只是一段代码而已，它就取代了细胞核，成了总司令，代替了细胞核的 DNA， 然后开始生产复制出相同的 DNA 和带有蛋白质外壳的病毒。等细胞内的病毒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细胞壁破裂，随后就放出了更多的病毒去破坏其他的细胞，因此造成大面积细胞感染和组织上的损伤。那我们上一期讲过关于寄生虫的视频，寄生虫和病毒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。寄生虫是在寄宿主身上来获取营养物质和生存环境，从而得到繁殖和新陈代谢。寄生虫不想弄死寄宿主，而是要跟它们和平共处，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寄宿主死了，他们也就完蛋了。而病毒则是完全进入了细胞来获取新陈代谢和生产下一代的能力，从而造成被感染的生物死亡，也会经过受感染的生物传染给周边的生物，导致更多的生物死亡，也就是要和发生排斥的寄宿主同归于尽，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那人类历史上经过了哪一些是由致命的病毒造成的流行病呢？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人类传染病，患病后通常会出现包括发烧、肌肉疼痛、头痛等像是普通感冒的症状。几天后，身体多处地方也会长出皮疹，在自然的情况下只能感染人类。科学家利用不同的化石证据猜测出它有可能是在68000年到16000年前是由棘齿动物病毒演化而来。专家认为古印度及古埃及应该是天花的起源地。公元前1500年的一份印度医学文献中记载了一种
疑似天花的疾病，因为在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上也有发现了天花的痕迹。天花直到20世纪80年代正式被人类消除。那在1918年爆发的不寻常致命的西班牙大流感，造成当时世界上约1/4的5亿人感染，甚至可能高达1亿人死亡，使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。一般流感爆发通常死亡的是小孩和老年人，或者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，但那次病毒大流行的死者最多的却是青壮年。但是至今病毒的源头还存在大部分的争议。大部分人认为病毒原本是藏在鸟类中，然后经过一系列的病毒突变后转移到猪肉上，最后被输入了人体。还有现在还没有被人类彻底攻克的癌症，比如肝癌，也是因为肝炎毒素引起的。特别是在沿海地方，人们喜欢吃海鲜，是极有可能有些病毒是藏在贝壳类里面，最后就输入人体，就造成了致命性的病毒。还有现在正在发生的 COVID-19 疫情非常严重，通过多种途径传播。特别有一个确诊患者说，之前接触过三文鱼，有可能是三文鱼传染的。三文鱼什么时候用肺呼吸了，也可以传播肺炎了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病毒也分为两派，一派是敢死队病毒、伊波拉病毒、天花，它们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病，但是病毒的传播速度就没有那么快。还有另外一派就是慢性病毒，就像乙肝病毒、西班牙大流感，还有现在人类面临巨大的威胁的 COVID-19， 它对寄宿主相对温和，潜伏期很长，那也有效地进行了大面积传播。所以病毒也慢慢有意识地进化出先别对寄宿主动手，大量繁殖为上策。那现在人类有什么方法来预防和治疗病毒呢？不是有人说过吗？大家都知道漂白水能消毒，那如果身体里面有太多病毒了，泡一个热乎乎的漂白水澡，应该也可以杀病毒了吧？言归正传，因为病毒使用了宿主细胞来进行复制，寄居在细胞内，所以很难用不破坏细胞的方法来杀灭病毒。现在最积极的对付病毒疾病的方法是疫苗接种，来预防病毒感染，或者使用抗生素抵抗病毒。疫苗接种的主要目的是使身体能够制造出自然的生物物质，用来提升人类对病毒的辨识和防御功能。现在大部分的疫苗都对病毒产生抑制，甚至是消除上都产生了极大的作用，但是流感疫苗就没有做到100%消灭病毒，原因是病毒时时刻刻都在变异。那人类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发现是抗生素，至少发现了上万种抗生素。由于某些抗生素毒性过高，只能用在人类身上的也只有上百种。后来人们发现，抗生素并不只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，有些还能够抑制寄生虫的生长，有的还能够除草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抵制细胞壁的合成，最终导致细胞破裂而死亡。人类发现并应用抗生素是人类的一大革命，但随着抗生素在医学上的广泛使用，很快便出现了耐药性，不仅使抗生素的使用出现了危机，而且超级抗药性的病毒的出现，使人类的健康一次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病毒不会因为人类产生了对它的免疫，或者是破坏它的细胞壁就投降了。别忘了之前讲的那句话，病毒它本身只是一个代码而已，它没有了做掩护的细胞，它会去找符合它繁殖的下一个细胞。那病毒到底是不是有生命，还是它有意识地认为它出生的主要目的是杀死寄宿主？那么它的这个编码到底是谁帮它植入的？病毒就像是没有躯壳的灵魂，一直在找它的寄宿主。会不会病毒就是我们人类一直在探索的意识呢？